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技术指标啊。上一期我们讲了那个趋势型的技术指标，这一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动量指标，也就是用来衡量这个市场热度的指标。它的技术层面的反馈呢，就是说有没有出现这种超买或者说超卖的情况啊。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简单的聊几句啊，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是吧，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甚至很多让大家眼睛的事啊，主要是美国的一些政策。因为咱们做投资嘛，这个之前也说过是吧，你是绕不开美国的，所以说它有一些政策的话，我们还是简单的来提几句啊。其实之前大家都是有一定心理预期的，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可能会不按常理出牌是吧？但是没想到这么离谱是吧？啊，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或者说重塑了美国的这个对内对外的政策，给全球的这个政治和经济啊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资本市场它是不惧怕利空的。资本市场最怕的是什么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最怕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某些公司的那个财务报表是吧？那么我根据之前的数据分析，那么我预估它的财务情况可能不太好，那么我可以提前应对是吧？但是呢，就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头大了，就是说你连这个应对的方案都没有啊。所以说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对资本市场的伤害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明天又会说什么做什么是吧？可能说他一句话或者说一件事就可能引起这个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那么具体来讲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是吧，他搞这个全面的关税政策，这个极有可能损害美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的经济，至少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发展它会造成这种全面的冲击啊，所以说它会利空股市，因为会影响到上市公司财报里面的一些营收啊、利润啊，是吧？然后对于币市来说呢，它的这种全面的关税政策啊，一定会使这个通胀抬头，也会牵制这个联储的降息。之前说过是吧？就是说这种宽松的流动性啊，是这个股市和币市走强的一个底层基础。如果说这个基础条件不成立啊，那么这个股市和币市你是很难这个持续向上的。说到它这个全面的关税政策是吧？我个人啊总是感觉它这个加关税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啊，它在迫使你回到这个谈判桌，以此为筹码，然后想在这个谈判桌上为美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啊。就是说加关税是吧？你如果说只是针对某些国家加，那你还好理解一点是吧？这个你是做这种定向的打压，但是如果说你对谁多加是吧？那就真的有点这个作死的味道了啊！就是说你加我也加是吧？礼尚往来，然后这种恶性循环，难道美国你想搞这个闭关锁国吗？是吧？如果说你你想搞闭关锁国啊，那你就得重构你国内所有的这种商品的供应链体系，这个代价太大也太不现实了，是吧？另外还有就是他搞的这个移民政策啊，其实说呢，其实啊，这个大量的移民啊，为美国提供了这种非常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如果说这些移民啊全部被驱逐了，是吧？那么势必会提升美国的这个这个用工成本，最后也会传导到这个物价上面啊，从而推高这个通胀。这是他国内的一些政策是吧？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就是这个俄乌的事情啊。特朗普现在开始调停是吧？想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但是在我看来啊，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中场休息。美国是想借这个机会啊，先收割一部分的利益。第一点就是说，他抢占这个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啊，原来就是说每次搞贸易战，中国在反制美国的时候，总是会限制某些这个矿产资源的出口是吧？比如说稀土。稀土在军事工业它是非常重要的啊，应用也非常广泛，比如说像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啊，还有高精度制导武器啊等等都要用到。然后中国是全球的主要的一个稀土出口国啊，现在乌克兰也有这些资源是吧？那么他就是先把这些矿产资源拿过来的话，他能够
抵消掉一部分中国的这个出口限制。另外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控制矿产资源来进一步拿捏住这个乌克兰啊。第二点就是说，他给这个欧洲来制造这种焦虑啊，比如说他要求北约成员国是吧，将军费支出提升到 GDP 的 5%， 那你不听话我就加关税是吧？这个其实跟他国内搞的那个政府效率不是相契合的啊。国内它是节流是吧？国外它就是开源。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停战的话会损害到那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这部分钱不是由美国出来，而是由这个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来弥补了，是吧？还有第三点就是说，他借这个机会来向中国来施压啊。这个的话，你可以类比一下三国时期的那个魏蜀吴啊，只要其中两个国家靠近或者说关系缓和，基本上对另外一个国家来讲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啊。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是吧？这个民族对立啊和这种仇恨的种子啊，算是这个埋下来了。所以说，即使特朗普这次他促成了停战我觉得也只是个中场休息啊。这个地方它会形成新的这个火药桶，以后时不时的还会打起来。尤其是特朗普，他这次的任期他是只有4年的啊，他只有4年的，他不能再连任的。所以说4年以后，如果说民主党上台了之后啊，我估计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还会搞起来啊。俄罗斯的这个靶子算是彻底立起来了，以后呢时不时的可以朝这个靶子放一枪啊。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持住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可以搞乱这个欧洲啊。本来这个欧洲国家呢享用着这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发展经济是吧？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但是呢，如果说把俄罗斯定义为敌对实力啊，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吧？那么欧洲呢，它就只能向这个美国来进口这个昂贵的油气资源了，这也是利好美国的是吧？第三个方面，它还是继续打压这个中国，它通过这个乌克兰来绑架住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无上限是吧？这个中国的官方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他通过乌克兰来给欧洲和全球一个合理的理由啊，从而来合理的对中国进行打压。所以总结来说是吧，就是说美国的这一系列政策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人是很厉害的啊，他一石多鸟。不要以为美国的那些政治精英都是傻子是吧？其实他们看得比你远多了，做的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美国优先呢，真的是做到了美国优先啊！他做的事情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让自己吃亏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数字货币是吧？这个利好真的是很少的啊。他建立这个数字货币的国家储备是吧？目前只是个草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说明是将原来收缴的那些数字资产划入到这个货币储备，还是说我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我再拿出一笔真金白银来从这个市场上买入现货，来充实和扩大数字货币储备的这个规模。很明显后面这个第二步是至关重要的是吧？如果说没有第二步啊，只是进行第一步啊，那对于币圈来讲，我觉得这个预期基本上就算是落空了啊。如果说你非要找一个利好理由是吧，那最多也就是说划入这个货币储备以后，可能会这个暂时不会将他持有的那些数字货币抛向市场来减少卖压，仅此而已啊。另外就是特朗普刚才说了，他这次任期只有4年，如果说在这4年当中他不能巩固这个数字货币这个国家储备的地位啊，那么下一届如果民主党上台了之后是吧，那很有可能会推翻这些政策，这也是一个风险点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就是说他如果说即使他没有进行第二步，他只进行第一步，然后他把这个数字货币划入这个国家储备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会使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因为毕竟美国是头号的这个金融强国是吧，这个我之前说过你是绕不开的。如果他这么搞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被动的跟随啊，那么这样的话长期来讲对数字货币还是一个利好的，因为它相当于提升了这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地位啊。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个情况是吧，我是无法预测未来的趋势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讲，就是说
今年的资本市场乃至这个数字货币市场是吧，或者说乃至4年，就是未来4年的这个资本市场，它的这个波动性啊一定会加大。就是说如果说从 K 线上看，你可能就会看到更多的上影线或者下影线这样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目前并不全面的看衰这个美股和加密市场，相反我还做了一些积极的操作。第一个就是我开始网格加仓这个纳斯达克。之前在跌破这个M20 和 M60 的时候呢，我分别进行了减仓。现在这样的话，我看已经反而开始这个网格反向加仓了啊。就是美股的填坑能力它还是很强的，虽然说这个现在看起来美国拿了一手的烂牌是吧，但实际上你环顾这个桌子上的其他人啊，我看并没有谁拿到好牌啊，就是各有各的问题。所以说长期来看我是依然看好美股的，就是所以说我用这个网格来低吸。如果说这后面真的崩了是吧，那我认亏出局啊，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第二点就是说我也开始这个定投这个数字货币了。我自己设计了一个指数，就是相当于一个 ETF 一样的啊，然后定时定量的开始这个买入现货。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是吧，这个我的 BTC 成本是很低的，才7000多，所以说即使我把成本抬升到这个5万啊，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目前的政策对市场会形成冲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是短期而非长期的，经过充分的这种多空博弈消化完利空之后呢，它还是会回到这种上升趋势的啊，只是说这个时间很难预估是吧，所以说我采用这个定投或网格的方式来操作。美股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啊，它不像某些股市是吧，你从6000点跌到3000点，然后它可以在3000点躺平10年啊，我相信美股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是吧。如果说真的到了这个程度，那整个世界趋势一定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的其他资产相信也会水涨船高是吧，也会弥补我这一块的投资损失。毕竟我在外国 ETF 的投入这一块只占了投入总资产 20%， 这个上一期也跟大家说过是吧。所以说以上是我个人的操作啊，风险比较大，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废话就先说这么多吧。然后对了，然后我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目前数字货币它这个程序执行的一个情况啊。上一期跟大家讲过是吧，我目前是8个账户在操作，原来的是有6个账户做那个长线的，现在是全部减仓了，进入了这个网格操作。其中 ETH 的这个ETH 的这个仓位是已经平掉了啊，是亏损出去的啊。然后所以它8个账户就空出来3个账户啊。然后目前长线策略我是让程序继续在跑，那不手动干预它的啊，直到它发出这个清仓信号。然后空出来的3个账户呢，我全部采用了短线的策略。我的短线策略是怎么操作的，就是每次投入那个固定的金额啊，然后采用这种短线高倍的策略，然后程序自己去选标的和方向，然后自动操作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回撤了不少啊，但也是还留有比较可观的利润。这就是程序操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啊。然后对了，还有一件事啊，也是顺带的提一句，就是我在那个电报群里面是吧，我在电报群里上线了那个市场行情信息的推送功能。目前是上线了数字货币的行情推送信息，就是多个技术指标、多个周期的这种走势的这个一个展示吧。目前只是上线了数字货币的，后面还会上线这个股票的。这个也是先试一下看大家的反应啊，就是说看大家感不感兴趣。如果说反应还可以是吧，后面还会上线股票的一些实时选股功能，就是说在股票的交易时段是吧，会推出那个程序选出来的一些个股标的，或者说一些可转债标的啊什么的，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另外就是目前只是上线的这个单向的推送功能，还没有上线这个互动的功能。就是说互动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在那个群里面输入这个比如说 BTC USDT 或者说一个股票代码是吧，然后你再敲一个问号，
然后那个群里的机器人呢，它就会给你返回你指定的这个标的的一些相关信息，是吧？这个可能会推后一点啊，因为我可能需要去购置新的服务器来做专门的这种互动响应。好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再说又要把时间拉长了。下面就是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然后这个动量指标是吧？这个动量指标其实有很多种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 RSI， 还有比如说 KDJ， 还有这个微年指标啊。我这里先做声明啊，就是这个动量指标呢，它在这个震荡行情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趋势行情呢，它有可能会失效啊。就是说你在强趋势的行情里面，比如说像这样的行情里面啊，它就会什么？它会一直处于这个超买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你就往往还需要用一些其他这个指标来做辅助判断啊。那么这里我就先不讲那么复杂的，我就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单个的这个动量指标它怎么来运用，是吧？那么我今天主要讲两个啊，一个就是这个 RSI， 另外一个就是 KDJ。我主要讲这两个啊。微年指标的话，我个人感觉吧，可能我更喜欢用 KDJ， 所以说我这里就选了 RSI 和 KDJ 两个指标啊。然后这个 RSI 是吧 ？RSI 我这边用的是这个单条线的 RSI， 这个周期我默认取的就是14，就是说，这个 RSI 呢，它在这个网站里面啊，就是说，你看我搜一下这个 RSI， 它好像我不知道它是单条线的是哪一个啊？你像这个它是双条线的是吧？所以说我是没找到这个单条线的，所以说我是怎么弄呢？我就自己写了一个指标啊，这个 RSI 指标是我自己写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源码，这个源码就是这样的啊，稍后我也会把这个源码发送到那个电报群里面，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的话，你自己到那个电报群里面去取啊，这个就是 RSI 的一个源码，单条线的啊，因为我在这个里面没找到啊，所以说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啊。那么它呈现出来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 RSI 的话，它运用起来就是比较简单的啊，它就是这样一条趋势线，就是这个上面的这条紫色的线是吧？然后它再加上3条这个区间线，分别就是说这里是30，然后中间是50，然后最上面是70这样的。那么它的运用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大于这个红色的这条这个区间线了，这个红色的线就是70嘛，大于70了，那么就进入了这个超买状态。进入超买状态之后呢，它就可能会出现回调，像这样两个地方是吧？这里是进入70以上了，这也大于70了，这也大于70了。就是大于70之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回调的情况啊。那么同样的啊，就是说低于这个30了，像这个上面没看到是吧？我们看一下周线。像这个地方啊，低于30了啊，低于30了，它就有可能会开始反弹啊，它就可能开始反弹了啊。这就是它的这个超卖这么来区分的啊。另外就是说有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个中间这条线来做这个趋势的判断，但是这个用的不多啊，就是你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运用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它一直在这个中间这条50这个条线以上，那么我们把它定义为它是强势趋势。如果它破了这个50这条线了啊，比如说它继续往下这样走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它进入这个弱势区域啊。那它如果是一直在50以上是吧？一直在50以上，我们都认为它是一种强势趋势。然后它如果说跌破了，但是它又起来了是吧？像这种它就始终在这里，始终在这个50左右上下波动是吧？那这时候呢，一般就是比较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啊。反正它如果说一直在50以上运行，那你就认为它是个强势的。它跌破这个
跌破这个50了，像这个地方是吧？跌破这个50了，那么一直在下面运行，那么我们这一段都认为它是弱势的啊。就是说中间这条线你可以作为一个强势或弱势的一个分水岭这样的。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比较强势的行情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70这一条线啊，你作为它的一个阻力位，就是说到70这个地方来了，它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压力，就这样意思啊。但是我刚才说了啊，就是说在强趋势的行情当中，它可能会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震荡行情的时候，你是可以把这一条线作为这个阻力位的，然后把下面这条线作为一个支撑位这样的。就是说它是强势的话，那么我认为它跌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有支撑。同样的话，它涨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认为它会有压力这样的。就是说在震荡偏强的行情里面，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判断。那么相反的，就是在下面是吧？在下面就是在这个震荡偏弱的行情里面啊，震荡偏弱的行情里面，它到了这个地方，它原来它一直都在下面运行嘛。那如果它到了这个地方，到了中线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比较强的阻力了，然后它就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跑，就这个意思。然后它下面这条线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支撑线，就是说它跌到这个下面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这样的。这种方法的运用呢，就是说，首先你要判断它是震荡趋势还是这种非常强的单边趋势。就震荡趋势的时候呢，这个阻力位和这个支撑位是比较有效的啊，但是单边行情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突破这个阻力位，然后一直在往上跑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又说回到我之前说的一个话题是吧？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指标是万能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人告诉你说他用某一个单一的技术指标，然后100%胜率，那不用想啊，绝对是骗人的啊，绝对是骗人的。他如果给你做展示，那也是断章取义的那一种啊。没有100%胜率的技术指标，因为现在这个大数据 AI 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是吧？如果说你真的市场上有一种这样的指标啊，那么首先别人一定会用，那么用的人多了之后呢，有些人就会开始反向操作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这个技术指标它就会失效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可能有100%胜率的技术指标。然后说回到这个 RSI 是吧？所以说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大于这个70了，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它是超买了啊，超买了。那么你可以在什么呢？在这个 RSI 转向的时候，什么叫转向呢？就是它不再往上升了。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吧？它开始连续下降了啊，它开始连续下降了，你就可以开始来做，比如说做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减仓或者说清仓。同样的，它如果是低于30了是吧？低于30，如果它持续往上跑了啊，那么回到这个3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战略性的这种建仓或者说加仓，也就是在这种这个是长周期啊，就是说长周期的时候你是可以这么运用的啊。比如说我们切换到这个月线是吧？月线就是说我个人也是，就是这个 RSI 呢，我个人用的场景主要就是用到这个长线上面和短线上面，中线上面我反而用的比较少啊。就是说在长线上面是吧，你发现这个 RSI 突破70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重点关注了，或者说你要开始配合其他一些技术指标来做这种准备减仓的操作了，就这个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它连续下降了是吧？它连续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战略性的减仓。比如说我是现货是吧？我持有现货，那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的现货就可以开始减仓了啊。就可以先出掉一部分这样的啊，突破70，然后继续往下走了，持续开始往下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战略性的减仓了啊。那么同样的，如果说是在月线级别啊，你发现它低于这个30了，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战略性的开始逐步的建仓现货，就这个意思。那么合约也是这样的，合约的话，那么基本上也是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做一些减仓操作了是吧？这就是这个长线上面就是这么运用的啊。就是长线上面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 RSI 来做一些
战略性的操作的时候，我会参考这个 RSI 的指标。另外就是在短线上面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短线啊，比如说30分钟是吧？30分钟，短线操作我们一般都是用的那个倍数比较高是吧？你比如说你开30倍甚至开50倍这种，然后短线上面呢，我们一般都是做一个波段的这样的是吧？就是我持一个波段啊，所以说在短线上面你用这个 RSI 来判断，就是说呢，我只要它超过70了，那么我都会去做止盈操作啊。就是说假如说我是在这个某个地方建仓的，它如果突破70，突破这个70了嘛是吧？进入超买状态了啊，那么基本上我就会开始去做止盈操作了。因为短线嘛，你开的倍数那么高是吧？你不可能说把短线做成长线啊，就是说有一个波段利润了，那么它出现超卖了，那么我就可以开始减仓了啊，或者说甚至你可以开始清仓啊，这样的就看你个人的风险偏好了这样的。所以说 RSI 的话，我主要就是用在个人啊，主要是用在短线上面或者是长线上面。短线上面就是用来做止盈操作，或者做止盈操作对，然后长线上面主要是用来做这种战略性的减仓操作这样的啊。然后所以说它的运用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出现这个超买或超卖了，当这个 RSI 这条线它不再继续上升或继续下降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做减仓或这个加仓的操作啊。就做多的话你就去减仓，做空的话你就去加仓是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用法。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这个程序怎么实现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一次呢，我就不去一行一行敲代码了，我直接把这个代码写好放在这里了，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前面呢是吧，就是这个之前也都讲过了啊，这 CCXT 去初始化这个币安交易所，我还是用这个 CCXT 去获取数据啊，然后我们获取这个 BTC USDT， 比如说1小时的数据，然后获取100条是吧？那么这个就是 CCXT 去获取这个数据嘛，这个标的就这个标的是吧？这个时间周期是1小时的数据，取100条，然后这个是把它转换成这个 data frame 嘛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 table， 然后点这个 RSI， 它就可以计算出这个 RSI 指标，然后它传入的是什么呢？传入的是这个所有的收盘价，就这100条数据的收盘价，然后这里有个周期是吧？这个就是14这个参数，这个就是对应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数值你取多少啊？像这里啊，我取的是14，这个怎么这个数值取多少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14是默认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在小周期级别上面，比如说1小时啊、30分钟啊、15分钟啊，甚至5分钟啊，那么这个值你应该适当调小，比如说取8到10这个区间，然后比如说日线或者说以上是吧？那基本上你保持这个14就可以了啊。这个参数越小，它就越敏感啊。那么在短线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它敏感一点嘛，是吧？那么短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调小啊，取8到10这个区间。那么我这里演示是吧？我就直接取14啊，然后这个就是将这个计算出这个 RSI 加入到这个 data frame 里面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啊，打印出来。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取它的最近的2条，这是-1就是取它最新的一条数据，-2就是取它的上一条数据啊。然后就是说最新的这条数据如果大于70啊，那么就是它出现超买了啊，超买的话它就有可能要回调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多的时候呢，你可以择机减仓啊，或者说做空的时候你可以择机加仓。那么小于30的话，它就是进入这个超卖了，它就有可能反弹。那么在做多的时候呢，你可以做这个加仓的处理，或者说做空的时候你做这个减仓的处理啊。如果它没有超过70，也没有小于30是吧？也就是说它在30和70这个区间之间，那就是说这个 RSI 它没有出现超买或超卖啊。这个我们来运行看一下啊。
那么它首先就是会把这个所有的数据打印出来啊，比如时间、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成交量以及这个 RSI 的指标全部打印出来。我们看一下啊，有点慢啊。这个就数据出来了啊，它输出了最后5条数据是吧？你就这些是吧？这些数据就是这一行代码打印出来的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RSI 的值啊，这个就是 RSI 的值。然后你看上一条它是 41.15 是吧？那么这里这个就是它的最新数据嘛，就这个打印出来的，这就是它的上一条数据4115，你看我们去看一下，应该是能对得上的。1小时数据4115嘛，是吧？4115了，这个你看这个数字啊，是吧？4115还是4115嘛？这是最新的这条不是，这是上一条数据嘛，是吧？最新的这条数据我说过啊，它在实时变化的是吧？所以说你要去验证的话，你不能验证这个最新一条数据，你要验证上一条数据。上一条数据它是历史数据嘛，是吧？这4115，最新的4147，最新的4147它已经变化了啊。对，也就是说你去验证这个上一条已经固化的这个数据，它就是真实的数据啊。4115，然后4115嘛，是吧？这个是对得上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RSI 指标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这个 KDJ 指标啊。那么这个 KDJ 指标这个里面是有的，我们直接把它给拿出来啊。这个 KDJ 是好像就是这个啊，我们把它放出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 KDJ 指标啊。这个 KDJ 指标呢，它的就稍微复杂一点啊，它这里有3根线是吧？这个 KDJ 指标它其实就是从这个简单的这个 KD 指标演变过来的，然后它增加了这个接线，就 KDJ 的接这根线啊，这根线呢，它就是用来增加这个对市场情绪的判断的，也就是说衡量这个它有没有出现过热或过冷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超买超卖的情况。那么像这个图里面是吧？那么这个黑色的线这根线呢就是接，然后蓝色的这个线是 K， 然后红色的这根线是这个 D 啊。它的这个，然后就是它还有这个2条这个区间线啊，3条区间线2条区间线啊，一个是80，就是上面这条线啊，一个是80，然后下面这条线是20。那么首先它怎么定义这个超买超卖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如果说这个 KDJ 这3个值都大于80了啊，像这个地方啊，它都大于80了，那么这种就是超卖了啊。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像这种啊，其实它也算的，就是说这个接这根线，当然这个是我看接这个线是黑色的嘛，黑色的话上面你看这个值啊，上面这个值是 92.59， 那么这还不算，就是什么呢？像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算了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 K 这个接这根线，它如果大于100了啊，就是黑色的这根线大于100了，然后它的这个 K 这根线，也就是蓝色的这根线，它如果大于80了，那么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取这3条线都大于，就是说这2条线大于了，我们也把它认为它是进入这个超买区域了啊，那么它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回调，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KDJ 这3根线都在80以上，它就是超买，或者说
J 这根线和 K 这根线，首先就是 J 这根线要大于100，然后 K 这根线大于80，然后 D 这根线你可以不用管啊，就是说有两条线，一条线这个 J 这根线大于100了，然后 K 这根线大于80，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讲它是进入超卖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超卖的话就是在下面嘛，是吧？就是把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反过来啊，就是说表明这个价格过低了，就是说它可能会存在这种反弹的机会啊。那么中性区域是吧？就是说它在这个20和80之间，它在这个区间里面波动，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啊。就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它一直都是这个20和80之间嘛，是吧？我们就把它认为它是一个震荡区域啊。当然，我们后面会讲的啊，判断震荡的时候，它不是，其实我们不会用这个 KDJ 来做判断的啊，这个不太准的啊。另外就是说，这个 KDJ 它有这个金叉和死叉，是吧？那么有些人的话，他会把这个 K 线上穿这个低线叫做金叉啊，死叉就是反过来。但是我个人的话呢，我会用3根线来判断啊，就是像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我个人判断是怎么判断？我要这个 J 要大于 K， 然后还要大于 D， 也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才会认为它是金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黑色的线要大于蓝色的线，蓝色的线还要大于这个红色的线。这个条件全部成立，我才认为它是金叉的。那么死叉也是要这3条线都依次排列了，才叫做死叉或金叉，就这个意思啊。有些人喜欢用2条线是吧？那你看你个人爱好啊。我的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这个3根线，它都处于这样的趋势了。就是一种简单讲，就是金叉的时候它是正向这么排列的，那么就是金叉了。那么死叉是反向排列的，那么它就是死叉。我是用3条线的判断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这个 KDJ， 如果说你用这个金叉和死叉来做判断的话，它会频繁进入这个金叉死叉是吧？尤其是在这个小周期级别上面啊，像这个现在是1个小时嘛，是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过滤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修改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它默认的是933啊，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小周期上面，你可以把它调成，比如说533啊，或者是633这样的啊。第一个就是通过调整参数，第二个就是说呢，第二个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把这个3条线啊，如果它都在80以上，然后它在80以上形成的死叉，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是比较有效的这种死叉啊。同样的，它如果3条线都在这个下面，然后它形成的金叉，我们就认为它是比较有效的金叉，就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它如果是在它如果是在20，对啊，这条线是20，不是30啊。如果它在20和80之间，它这个产生金叉或者死叉，这种信号一般是可靠度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不用。就是说什么呢？来找例子啊，就是说，比如像这个是吧？像这个进入死叉之前，你看这个点，它这个3条线都在这个80以上了嘛？就看这个数据啊，你看这个时候它都在80以上是吧？都在80以上的时候，它产生的死叉，这种死叉是比较有效的啊，我们是可以去采用它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样的话，就是对都在20以下产生的金叉，这种就比较有效。其他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忽略啊。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用的是933的这个参数是吧？所以它有的时候看起来没那么准。这个反正还是说了，还是像前面说的一样，没有100%这个理念的这个指标是吧？另外就是说啊，就是说在短线上面，我们是这么来运用的啊，就是也是跟 RSI 一样的啊，就是说它处于这个超卖状态了，那么我们就可能比如说在它死叉的时候就去减仓，或者说在它3条线开始转向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减仓，或者说你去结合 RSI 啊，这个等一下再来讲啊，结合 RSI 的情况啊，
然后这个 KDJ 的话，我们还会用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用在这个长线上面。就这个长线上面是怎么运用呢？就是说这个原来在讲趋势的时候，我说过是吧？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MACD 来做这个长线趋势的判断是吧？其实实际上呢，就是说你还可以结合这个 KDJ 啊，这个 KDJ， 因为 KDJ 指标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先行的指标，就是说它的灵敏度会比这个MACD 更高。也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在月线上面是吧，我可以结合这个 MACD 和 KDJ， 然后 KDJ 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先行指标，我可以作为一个减仓指标这样的，然后 MACD 我可以作为一个清仓指标这样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KDJ 出现死叉的时候啊，我可以开始减一部分仓位，就这样的，我可以开始减一部分仓位。但是这个 MACD 还没有死叉嘛，是吧？那么就是说我是减仓而不是清仓。那么直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啊，像这个地方 MACD 它出现死叉了，我可能会做一部分减仓操作啊，然后直到它什么，直到这个 MACD 也死叉了，向下了，我们就可能会清仓啊。具体的话就是你看自己怎么用吧，好吧。当然实际上的话可能会结合更多的指标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参考这两个指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个 KDJ 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 KDJ 的确它是比较灵敏的啊，它会频繁产生这个金叉死叉，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啊，你最好是在它全部在这个就是它在这个80和20以内产生的这一种就是应该是要适当的忽略的，最好是它在80以上和20以下产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般是比较就是你一般去采用的话是比较有效的啊。简单讲就是说，一个是用在长线上面，你可以作为一种先行指标啊，像这个地方是吧 ，KDJ 已经死叉了，你就可以开始减仓了。那么这个 MACD 它还没死是吧？你可以作为一个先行指标。第二个就是在短线上面，你可以，然后现在我们再把这个 RSI 打开啊，在短线上面也是刚才说的一样啊，你也可以用这个 MACD 指标用来做这个止盈的处理啊，比如说30分钟啊，就是说你可以结合这两个指标，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做超买超卖判断的时候它就更准确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时候你发现这个 RSI 呢它可能处于超买了，但是这个 KDJ 它没有啊。同样的就是说有个时候是 KDJ 超买了，但是这个 RSI 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结合这两个指标的啊。然后比如说它出现超买了，然后我可以在什么呢？我可以在这个 RSI 转向的时候去减仓，或者是价格不再创新高的时候去减仓，或者是这个 KDJ 出现死叉的时候去减仓，这个意思啊。或者去止盈啊，去止盈，在短线上面我们就给它叫做去止盈啊。具体的话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啊。反正我觉得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超买超卖判断上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 RSI 和 KDJ 的。更多的用法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啊。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啊，这个代码实现的话，对这个 KDJ 这个代码实现就有点麻烦了啊。我们把这个打开啊，这也已经写好了。然后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 Telable 用它来做这个实现的啊。它就是用这个函数，然后传入这个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然后后面是它的参数嘛，933是吧？我说了，你可以调这个调比如说533或633这样的。那么这是一种实现方法啊，但是这个
也就是用 Tenable 这个指标来计算的时候，我发现它不太准确啊，所以说我后面又写了一个啊，我又搞了一个这样的这种方式来计算，这种方式计算它是比较准确的啊。然后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看一下啊，然后对比一下这两种方式它输出来的数据呢，你会发现啊，这后面这种方法它是更准确的，这种方法它计算出来并不太准确啊。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的啊。比如说我现在给它运行给它看一下啊，然后我们还是 BTC 的1小时啊，BTC 的1小时，然后我们看它输出来的数据啊，网络问题嘛。这个地方代理我是注释掉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要加代理的话是吧，把这个 IP 地址改成你们自己的啊，把端口改一下。我这里是不用代理的，这获取数据失败呀，然后 network error 怎么回事啊？稍等一下啊。这是输出来了，是网络问题啊。前面是 SI 的嘛，我们都不看了啊。从这里开始，它输出的是这个 KDJ 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DJ 啊，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数据输出的就是倒数第2行的数据嘛，它就这个数据就相当于这一行数据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数据的 KDJ， 也就是 KDJ， 然后 KDJ 我们来对一下，你看这个数据对不上是吧？这个60，这是51，这是49，这是40，这是82，这是73。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了，实际的你看这是J 是 73.08， 我们看第2条数据啊，倒数第2条数据7308，它就是这个数据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个它是不准的，它是 82.23 是不是？那应该是什么？7303还有40665146，4066那4067 51665147，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对得上的啊，5147嘛，45路是吧？所以说也就是说啊，这种方式它计算出来是不准确的啊。所以说你在 KDJ 的计算 KDJ 的话，你用这一段代码啊，用这一段代码，这样的话计算出来的才准确的啊。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我是用3条线呢是吧？就是 J 大于 K 还要大于 D，3条线，像这种3条线依次排列啊，我才认为它是金叉做多了啊，不是金叉多头了啊。像这样也是3条线啊，我用3条线来判断的，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也是用3条线。那么现在的话它是 KDJ 是多头还是空头啊？现在的话它是多头是吧？就这一个是true嘛，多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是多头的嘛，是吧？所以说这个 KDJ 的话，KDJ 的话就是这么来计算的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啊用这种方式来计算啊，用这一段代码。不要用这个代码，这个代码计算出来它不准确的啊。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动量指标的这个 KDJ 和 RSI， 它主要就是用来判断这个超买超卖啊。那么就是说简单讲就是 RSI 或者说 KDJ 它出现超买了啊，任何这两个指标里面任何有一个指标符合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超买情况，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操作，是吧？比如说你可以结合其他一些指标来做提前判断了，就是说它如果比如说它价格不再继续往上，或者说 RSI 它不再继续攀升，这个 RSI 不再继续攀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会继续往上跑了，它开始掉头向下了，像这种是吧？它开始掉头向下了，我们就叫做它不再继续攀升了，那么它就是相当于转向了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减仓。那么在长线上面你就可以做战略性的减仓，那么在短线上面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止盈，做一些止盈操作。短线上面那种短线高倍的策略中间是吧，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止盈操作，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吧，就这个动量指标。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